今天要分享的是1994年发生在波罗的海的大型船难事件。一艘载有989名人员的大型邮轮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出发，预计15小时后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不料在出发将近6小时后便发生意外，短短1小时内便沉入海中。这起意外当时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震撼。最近由于新的证据浮出，将这起20多年前发生的意外重新带回大众目光。当时这艘邮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爱沙尼亚号是一家挪威的航运公司向德国船公司定制，但在最后一刻，挪威的航运公司撤回了订单。之后，这笔订单被当时维京航运财团的合作伙伴接收。当新公司接收了建造工程后，将原本预定总长137米的船身延长到155米，且大幅变更了船的其他设计。最后船长 155.4 米，宽 24.2 米，吃水 5.6 米，满载排水量15600吨，航速20节，主机功率22000匹，可承载2000人。船上有游泳池、桑拿室、酒吧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爱沙尼亚号有由芬兰官方发出的 A1 证书，表示此船能在世界上任何的海域及气候下航行。爱沙尼亚号于1980年完工，是当时较为现代化的客滚船舶，并开始以不同名字在不同的航道间航行，直到1993年才改名为爱沙尼亚号，运行塔林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航线。爱沙尼亚1990年才刚脱离苏联统治独立，当时仍是欧洲最稚嫩的民主国家之一。爱沙尼亚号是当时该国所拥有的最大船只，被视为该国的骄傲。事发当天，邮轮由爱沙尼亚籍的船长阿沃·安德雷森驾驶。他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且有经验的船长，他从爱沙尼亚号被买来后就被指定为船长。1994年9月28日晚上7点15分，邮轮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出发，预计沿着芬兰湾的航道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航程共计15小时。包含船员在内，邮轮上共载有989名人员，其中大部分乘客为瑞典籍，船员则大多是爱沙尼亚籍。出发时风速达每秒8到10米，能见度佳，4个引擎皆正常运作。不过根据当晚的天气预报，芬兰湾附近海面将有暴风雨，风速可能每秒会超过20米。按照爱沙尼亚号的设计，当天风浪不至于对爱沙尼亚号的航行造成威胁。午夜12点，这时的爱沙尼亚号在芬兰湾口的奥兰群岛附近，当时风速已达每秒15至20米，浪高达到3到4公尺高。船身摇晃剧烈，大多数的乘客在甲板下的客舱中休息。根据当时在附近的船只斯利亚欧洲号的船长表示，这样的天气状况是波罗的海典型的暴风雨，爱沙尼亚号应该可以承受。0点50分，许多生还者表示从这时开始听见奇怪的金属碰撞声，也有船员将这声响回报控制室。船身设计上的瑕疵从这里开始显现。首先是船上的警报器并没有显示任何异状，再加上爱沙尼亚号的加长船身设计，导致从船的指挥室看不到船首舱盖的状况。爱沙尼亚号的车辆皆停放在底层船舱，而显示底层船舱的闭路监视器萤幕位于指挥人员座位的后方，让控制室内的人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状况。控制室回复一切都没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时的船首舱盖已被大浪破坏。凌晨1点钟，船长安德雷森值班结束并交班给二副，船员再次回报奇怪的撞击声持续。二副请船员去检查室发生了什么事。1点05分，大浪将船首舱盖与船头分离，底层船舱是由有密封垫的舱门所保护。
但是掉落的船舱盖将舱门拉开，导致海水灌进停放车辆的舱内。停车的船舱是整艘船最脆弱的地方，此船舱只要被海水覆盖10公分就足以让整艘船翻覆，且倾覆速度会比船底破洞还快。海水灌入后影响整艘邮轮的浮力，停放在这的车辆大多没有用绳索固定，车子随着波浪开始移动，造成整个船身往右倾斜，很快的倾斜角度就超过20度，许多乘客在这时从床上被摔落，船上物品也开始掉落。在引擎室的船员是最先从监视画面中看到水的，却以为只是雨水并打开抽水机抽水，并没有回报控制室。总工程师看到抽水机在运作，便前往停放车辆的船舱去了解状况。这一看不得了，这时舱内累积的水量已足以翻覆整艘船。1:08分，指挥室指示将船急左转，想借着风浪的力量将船导正。船员们也试着爱沙尼亚号的安全手册做些补救措施，但到了这时候做什么补救都为时已晚。这时船身的倾斜角度已将近35度。1:17分，船上供电开始不稳，紧急发电机启动，船身倾斜角度来到45度。1:22分，发出第一次被正式记录到的紧急求救讯号。1:25分时收到爱沙尼亚号发出的第2次紧急求救讯号，指出船已丧失正常电力，因此无法给出船的确切位置。此时4个引擎皆已停止运作。1:27分，紧急发电机停止运作，这时船的倾斜角度已达80到85度。1:30分，邮轮开始下沉。1:48分，爱沙尼亚号从雷达上消失，从生还者听到奇怪的撞击声到爱沙尼亚号的讯号消失，不过经过了1小时的时间。波罗的海是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海域之一，平均随时都有2000艘以上的大小船只。然而这一点却变成这起事故的劣势。当时的专家预期，任何事故发生时四周都有许多船只可以协助，直升机也能在1小时左右空降救援，因此海上救援队的规模也是针对人数较少的灾难而设计。根据记录，意外发生后共有5艘邮轮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艘抵达的是在2:12分抵达的邮轮玛丽埃拉号，但邮轮难以靠近意外地点，只能先从爱沙尼亚号的救生艇上救人，并将救生艇的位置告知瑞典及芬兰的救援直升机。第一架救援直升机于3:5分抵达，最后在989名乘客中，只有138名乘客被救出，大部分是体格较健壮的男性，其中1名乘客于医院中抢救不治过世，其余乘客皆死于溺毙或失温而死。最后只有94具遗体被找到，包含船长在内的其余乘客皆跟着爱沙尼亚号一起沉入大海。意外发生后，这起重大事故很快的就引起国际关注。受难者家属要求打捞船只残骸，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尽管遇难者中超过500名为瑞典籍，挪威的潜水公司也提出以成本价进行打捞作业，但瑞典政府以打捞作业花费太高为由拒绝，并想要为受难者举行海葬，想要以泥土覆盖这艘船，表示这是为了让800多名受难者安静长眠，防止有人进行海底行窃。计划一公布引起大众哗然，不仅受害者家属反对，也遭到各界质疑，为什么都还没找出意外发生的真相，就要如此匆忙地举行海葬。最后瑞典政府还是在事发地倒了大量的沙和碎石，而3国政府为了不让任何人靠近残骸，甚至于1995年邻近国家签署了爱沙尼亚协约，将爱沙尼亚号的沉没地点划定为不可侵犯，由芬兰海军代为监管，任何擅自靠近爱沙尼亚号的人皆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也因为如此，船难原因的调查报告仅能由遥控潜水艇完成。
三国政府的态度让许多关于爱沙尼亚号沉船的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有人说这场灾难中原本有146名生还者，其中有12名船员被救起，但在意外发生的几天后，这些船员全部神秘失踪了，并从生还者的名单中被删除。有人说爱沙尼亚号的航行路线是俄罗斯黑手党贩毒到欧洲的一条走私干线。当天俄国黑手党得知瑞典当局接获走私情报，因此通过秘密电话紧急联络船长，要船长处理藏在船上停放车辆中的走私毒品。船长说在暴风雨中，若是将停放车辆的船首车舱闸门打开是很危险的。俄国黑手党威胁不这么做就杀了他，因此酿成这起事故。事故发生时发出紧急求救讯号的人并不是船长，因此许多人相信这个说法。另外有一说法是怀疑爱沙尼亚号的沉船和军事活动有关，有人说是爱沙尼亚号上载有军事设备，因此被攻击。当然以上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官方证实。这起重大意外事件得到广泛关注，政府及民间皆有举行悼念仪式，纪念遭遇不幸的亲友。另外在瑞典市的戈尔摩及爱沙尼亚塔林皆设有纪念碑，悼念罹难者。这起重大的事件除了让世界对渡轮安全和救生艇的相关法规有更严谨的规定，也对所有客船船员的训练更加严格。1997年，在意外发生的3年后，由爱沙尼亚、芬兰及瑞典3国官方组成的事故调查小组 JAIC 公布了事故报告。报告中指出，意外发生主因是由于船体结构存在不合理的设计及严重缺陷。此外，船舶在建造、维修、路级检验等方面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船首的结构不合理，从驾驶员的方向并看不见船首，导致船首舱盖在强风巨浪的恶劣环境下松动，甚至掉入海中时，驾驶员无法察觉。且爱沙尼亚号上也没有应该具备的电视监视设备，当船首舱盖掉落时，工作指示灯也没有警报，导致驾驶员根本不知道船首的情况，当然也就无法做出应有的应对措施。再来是船首舱盖闭锁系统强度不足，导致船首舱盖在恶劣的天气下松脱而导致海水灌入，这是意外发生的主因。像爱沙尼亚号这样一艘被评为足够在世界各海域任何气候航行的邮轮来说，其船首舱盖应该要具备足够的强度经得起任何风浪。然而，国际委员会所做的实验显示，爱沙尼亚号的船首舱盖闭锁系统的强度并没有达到建造规范的要求，无法抵挡强风巨浪的冲击。最后是爱沙尼亚号船首吊桥长度仅 2.2 米，而不是规范所要求的 4.7 米，这样不符合规范的设计却依然通过验船师的检验。意外发生时，爱沙尼亚号的船首吊桥和船首舱盖连接，当船首舱盖掉落时，吊桥水质开启，海水汹涌而入，导致意外发生。而造成重大伤亡的主因则是意外发生后船员的工作疏失。除了在一开始邮轮大量进水时无人发现，在邮轮开始倾斜时也没有查明原因。意外的发生来得又急又快，船上并没有组织性的疏散乘客，大部分遇难的乘客皆是受困在船舱内来不及逃出，跟着爱沙尼亚号一起沉入大海。总的来说，爱沙尼亚、芬兰及瑞典3国皆需为这场意外负起责任。首先是芬兰官方给了爱沙尼亚号 A1 证书，表示爱沙尼亚号足以在全世界任何海域及气候航行，但船的设计及结构却不符合法规。而瑞典和爱沙尼亚则应该为邮轮的维修和人员训练负起责任。有生还者表示船上的门标示不清且救生设备破旧。爱沙尼亚籍的船员们并被指责训练不足，未能提供明确疏散指示。
2020年由 Discovery 探索频道所播出的纪录片，将这起26年前的船难重新带回镁光灯的焦点。纪录片中包含了于2019年使用遥控潜水艇近距离拍摄爱沙尼亚号的残骸的画面。瑞典电影制作人亨里克·埃弗森不顾可能的刑事指控，揭露了关于这起船难的最新证据。从镜头中可以看出渡轮身上有个长达4米、宽达 1.2 米的破洞，专家认为只有极大外力可能造成如此破坏。然而一个这么大的破洞，居然在1997年发布的官方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由于这项最新证据的提出，在舆论压力下，爱沙尼亚、芬兰及瑞典3国政府终于同意重启调查，预计在2022年秋季能有初步的调查结果，希望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能为这起20多年前的意外找出真相，让世人知道到底当初在爱沙尼亚号上发生了什么事。期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见。